利弗莫尔曾说过一句话：真正优秀的投机客总是在等待，总是有耐心，等到市场自己来证明他们的判断。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字字如刀。因为就在2025年9月18日，美联储终于妥协，时隔9个月重启降息，直接把利率从 4.25% 至 4.50% 区间往下砍了25个基点，来到 4.00% 至 4.25%。这不仅是一次数字上的调整，而是一声巨大的信号，美国要救债市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全球资本市场的棋局突然有了主线。你会发现，所有资金的目光都开始聚焦在同一个方向——美债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不仅仅是遥远的华尔街新闻，而可能会决定未来几年你的存款、投资，甚至养老钱会往哪里流。为什么？因为美联储的降息不是孤立事件，它是新一轮利率下行周期的开端。而利率一旦掉头，债市的格局就彻底不同了。说白了，债券价格和利率永远是跷跷板关系。别以为这是金融圈才懂得高深逻辑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你想象一下，你今天花100美元买了一张利率 5% 的美债，每年能拿5美元利息。过了一阵子，市场利率掉到 3%， 别人新买的债券只能拿3美元利息，你手里这张5美元的老票瞬间变香，别人要想买就得加价抢，于是债券价格自然上涨。再换一个角度，一张到期能给你105美元的债券，如果你花103美元买，收益率只有不到 2%， 可如果你只花95美元买，收益率瞬间飙到 10.5%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债价一涨，收益率就降；债价一跌，收益率就升。逻辑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玄学。所以，只要你盯住美联储的动作，就能大概判断债市的趋势。2025年的关键点就是降息重新开始。这一次，美联储不仅仅是动了25个基点那么简单，他们在预测里直接放话，今年内还会有2次降息，每次25个基点，也就是说到年底前还要再砍50个基点。甚至有个委员更激进，预计到12月，利率可能比现在低整整125个基点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 4% 多点的利率，年底可能直接奔着 3% 去。你可能会问，美国为什么非得降息？答案其实就在数据里。美联储自己已经把2025年 GDP 增速的预测从 2.1% 下调到 1.6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明显降速，硬撑下去只会更危险。宽松政策成了唯一的缓冲点。市场对降息的期待，早在动作之前就已经反映在价格里。比如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，今年年中一度飙到 4.85%， 但聪明的钱早就提前布局，现在已经掉回到 4% 左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慢牛的格局正在悄悄形成。而且这次还有个特别的底层逻辑，美国的财政赤字预期正在改善。很多人原来担心美国要发太多债，把市场淹没了，结果 CBO 国会预算办公室在最新预测里直接给了个大礼包，未来10年关税调整预计能让赤字减少4万亿美元，比6月份的预测还多出1万亿。赤字一减少，发债的压力自然减轻，市场供给不再泛滥。供给少了，需求却在增加，这就像菜市场卖苹果，摊位上只有1筐，但买的人排了3条队，价格自然越抬越高。我们再看更具体的数据。2024财年，美国政府光利息支出就超过1万亿美元，占了 GDP 的 4%， 而且更吓人的是，这笔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 22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每收进来4块钱，就有1块要拿去付利息。你想想，一个人月薪4000，光信用卡利息就要还1000，这种日子能不压得喘不过气？所以美国政府必须要压低利率，不然债务雪球只会越滚越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债自然成了资金的避风港。
9月份的10年期美债拍卖，投标倍率高达 2.65， 也就是说卖1块钱的债有2块65的钱来抢。这热度是过去5个月里最高的一次。而且你再看谁在买？海外央行和国际大资金拿走了 83.1% 的份额，这个比例几乎接近历史最高水平。大资金为什么要抢？因为他们看得比你更远。到这里，问题来了，美债那么多种，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挑？核心其实就一个词：97。97就是债券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。97越长，利率变动对价格的影响就越大。比如10年期美债，97大概9年，利率每降 1%， 价格大概能涨 9%。而30年期的97更长，弹性更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敢拿97长的债，在降息周期里赚的会更多。不过风险也别忽视。摩根士丹利就提醒了3点：第一，通胀可能顽固，比如油价要是突然反弹，降息节奏就会被打乱；第二，地缘政治风险，比如中东一旦出事，美元可能走强，资金会先流去美元而不是美债；第三，其他央行动作，比如欧洲央行要是突然加大降息，美债的吸引力可能会被稀释。但整体概率来看，基准情景 60%还是降息稳步推进，美债收益率慢慢往下走，价格慢慢往上涨。即使是风险情景 30%， 最多也只是推迟牛市，不会改方向。至于危机情景 10%， 那就是小概率事件，美联储手里工具多着呢，不至于束手无策。所以很多时候投资不是看谁跑得快，而是谁能耐得住性子，等大趋势兑现。美联储一旦开启降息，利率跷跷板自然倾斜，美债的慢牛逻辑就会被一步步验证。美债牛市的逻辑说清楚了，但聪明的钱从来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口袋里。市场是一张网，美债只是主线，其他资产也会被牵动。问题是，钱会流向哪里？先说股市。大家都知道，美联储一降息，股市通常会先欢呼。原因很简单，利率下降，资金成本变低，企业融资压力小了，投资意愿也提高了。对于股市来说，降息就像给了厂子一针强心剂。可这里面有个微妙的差别，不是所有板块都能受益。比如成长股，特别是科技股，在降息周期里往往是最大赢家。因为科技公司很多还在高速扩张，烧钱模式需要低利率环境支撑。利率下行，相当于资本市场给他们打了个折扣。你去看那斯达克，每一轮大牛市几乎都踩在降息节奏上。而传统金融股就不一样了，尤其是银行。别看降息后股市整体往上走，但银行靠利差赚钱，利率降太快，反而会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降息周期里银行股往往跑输大盘。这也给普通投资者一个启示，降息不是股市全线飘红，而是结构性行情。抓对赛道就能顺风而行，抓错赛道可能还会被反噬。再说黄金，黄金的逻辑更直接，利率降，美元弱，黄金就涨。为啥？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，利率高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，利率一降，黄金反而更有吸引力。加上地缘政治随时可能爆点，黄金总能在降息周期里找到上涨的理由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有人统计过，从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到现在，历次降息周期里，黄金平均涨幅超过 20%。而且黄金的上涨通常比股市更稳，
因为它背后的驱动力是避险需求和货币贬值逻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2-3年里，黄金可能不是暴利品种，但一定是压舱石。大宗商品的故事就更复杂了。降息通常会提振需求，推动油价、铜价上涨，但这要看全球经济的复苏节奏。如果美国降息拖着走，而欧洲、中国需求不给力，大宗商品可能涨不起来。可一旦多边经济同时复苏，大宗商品的弹性就会很吓人。比如铜，国际市场一直叫它博士铜，因为它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极高。你去看过去30年，每一轮经济复苏，铜价都是领涨品种之一。而新能源、储能产业又把铜需求推到了新的高度，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它可能扮演双重角色，既是周期指标，也是产业必需品。接下来是亚洲市场。美国降息往往会引发资本外溢，亚洲新兴市场就是最大受益者之一。因为当美债收益率下降，海外资金就会寻找更高回报的地方，亚洲国家债券和股市自然成为替代选项。你看最近的数据，印尼、印度、越南这些市场的外资流入已经在升温，特别是印度，经济增长保持在6%左右，利率还比美国高得多，这对国际资金来说简直就是躺赚的套利机会。当然，亚洲市场也不是没有风险，最大的问题是汇率。资金一旦涌入，新兴市场货币升值，出口承压，可一旦美联储节奏变了，资金又会快速撤离，导致货币贬值，金融市场剧烈震荡。历史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所以亚洲市场的机会确实在，但它更像过山车，你能赚快钱，但得有随时跳车的心理准备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降息周期里美元本身会怎么走？答案是，美元往往先跌后稳。短期看，降息让美元的利差优势下降，资金会撤离，但长期看，如果美国经济依然是全球最稳的基本盘，美元还是会逐渐企稳。换句话说，美元会在波动里消化，但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马上崩盘。这对普通投资者的意义在哪？很简单，别幻想美元会一路垮下去，把赌注全压在非美资产上。美元依然是霸主，哪怕利率下行，它依然是全球资金的最后防线。所以真正聪明的配置思路是，美债做底仓，黄金做对冲，部分资金流向科技股和新兴市场，用结构性的眼光去看，而不是幻想一夜暴富。但故事到这还没完，因为降息不仅仅是货币政策，它背后隐藏的是美国政府更深的盘算。很多人只盯着美联储降息本身，但更关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此时必须降？答案藏在美国的债务里。先看一组数字，截至2025年9月，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37万亿美元，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 124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就像一个收入5万的家庭，欠了6万多的信用卡债。你说这样的家庭能不拼命想办法压低利息吗？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的降息不只是为了刺激经济，更是为了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。前面提到过，光2024财年，美国政府就花了超过1万亿美元付利息，占财政收入的 22%。要知道，美国的国防预算才8800亿。换句话说，利息开支比军费还大。对一个全球霸主来说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如果利率长期维持在 5% 附近，美国政府会被利息压得喘不过气。那怎么办？只有2条路，一是压缩开支，可政治上根本走不通；二是降低利率，让利息成本慢慢下滑。美联储选择的就是第2条。但问题是，美联储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机构吗？
为什么要配合政府？这就牵扯到更深的博弈。在纸面上，美联储确实是独立的，但现实中，美联储主席必须时刻关注国会和白宫的压力。2025年是美国大选年，川普政府需要经济稳定、股市上涨、失业率维持低位，才能有更大的政治资本。而高利率无论对股市还是对就业都是沉重的负担，所以降息其实也是政治逻辑的一部分。它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调整，更是政治周期和财政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：降息之后，美元的地位会不会受到挑战？要知道，美元之所以能长期霸主，不只是因为美国经济强，还因为美元背后的债券市场是全球最深最安全的资金池。全世界央行、养老基金、保险公司都把美债当成无风险资产。可一旦美国的债务压力大到必须依赖货币宽松去疏解，这个无风险资产的光环就会慢慢褪色。你可能觉得这只是猜测，但其实趋势已经在发生。根据 IMF 的数据，全球外汇储备里美元占比从2000年的 72% 已经下降到现在的 58%。虽然依然是老大，但份额在一点点被稀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任何秩序的更替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去赌美元会不会垮，而是抓住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机会。比如，美债的牛市就是美元体系缓释压力的直接产物。只要你看懂了这层逻辑，就能在别人犹豫的时候把位置坐稳。到这里，故事还没完。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悬念：美联储这次降息会不会把全球推入新一轮资产泡沫？很多人看到美联储降息，第一反应是机会来了，但别忘了，每一轮降息也都可能酝酿下一场泡沫。为什么？因为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，价格一旦被人为压低，钱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向市场，而洪水一旦没地方去，就会把某些资产推到天价。想想2008年之前的房地产泡沫，当时美联储连续降息，结果就是房价疯涨，最后一地鸡毛。再看看2020年疫情之后的宽松，美股、比特币、NFT 全部被吹到天上。只要利率降，泡沫的苗子就会出现，只不过这一次可能轮到的是别的赛道。那么2025年开始的降息周期可能会制造什么样的泡沫？第一，科技股，特别是 AI、芯片、新能源相关的公司。现在市场对这些赛道的预期本来就高，再加上资金成本下降，资本会更愿意追逐故事。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公司靠讲概念融资，估值炒得飞起。但要小心，真正能赚钱的只会是少数，其他的只是泡沫。第二，黄金与比特币。黄金我们前面说过，它是压舱石，但一旦避险情绪和投机情绪叠加，也可能被炒到过热。比特币更是如此，它已经成为全球资金的新避险工具。只要美元流动性宽松，比特币就会涨。但你别忘了，它同样会跌得很惨。2017年、2021年的暴涨暴跌都还历历在目。第三，部分新兴市场，比如印度、印尼、越南，只要资本外溢，他们就会迎来大笔热钱。但热钱的逻辑是快进快出，今天能推你上天，明天也能让你掉地狱。所以新兴市场的繁荣往往是短暂的，普通投资者要是跟风进去，很可能变成最后的接盘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该怎么在这场大趋势里自保？第一，别幻想一夜暴富。降息周期确实会带来机会，但最大的赢家往往是能长期拿住底仓的人。比如美债，逻辑清清楚楚，你买的是趋势，不是波动。真正危险的是追逐短期热点，因为热点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第二，资产配置要分层。
最底层是安全垫、美债和黄金，中间层是成长性资产，比如科技股，最上层才是投机性资产，比如比特币或新兴市场债。这样无论市场怎么变，你都有退路。第三，要理解预期差的力量。市场永远提前定价，当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机会时，说明它可能已经消失了。真正能赚到钱的，是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敢于布局的人。比如这一次，聪明的钱在美联储降息前就已经大举买入美债，而不是等到新闻头条出来才跟风。第四，耐心。利弗莫尔那句话再说一遍，优秀的投机客总是在等待。投资不是天天操作，而是找到大方向后耐心等它兑现。就像农夫播下种子，不会每天挖开土看长得怎么样，而是静静等待收获。说到底，投资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一场长跑。美联储的降息只是发令枪，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。未来几年，利率的跷跷板会继续往下，债市的慢牛会继续演绎。与此同时，股市、黄金、新兴市场都会出现结构性机会，也会冒出新的泡沫。作为普通人，最重要的是看懂逻辑，而不是追逐喧嚣。逻辑就是利率下行，债价上涨，资金搬家，泡沫滋生。你只要记住这4个关键词，就能在纷繁复杂的市场里找到方向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市场永远是这样，一边给你机会，一边设下陷阱。美联储降息给了所有人一个重新布局的窗口，但真正能抓住的人，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，而是看得最清的。历史已经反复证明，财富不属于天天追逐热点的人，而属于那些能理解趋势、敢于耐心的人。等才是最难的功课。可也正是这种等待，让少数人穿越了周期，把财富积累成了别人望尘莫及的高度。利率的跷跷板已经向下，债市的慢牛正在路上。问题是，你是想在喧嚣里追逐别人的故事，还是静静做好自己的位置，等市场来验证你的判断？最终答案只有一句话：看懂逻辑，耐心等待，让时间替你赚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